两岸的政府其实越来越像，老共跟绿党差太多了。长荣桂冠，我就发现支持台独的一些媒体把那段视频给外去掉了，是不是酒店总经理也是倾向于台独，或者中国他非要把很小的一个商业的纠纷变成了政治事件？我对中国大陆有一点不太满意的地方，这言论管控的事情，民进党也想做这件事，只是台湾相对自由的地方，他没有办法去，但是他想办法控制的媒体来做言论压制。是人家有在进步，他们有在改善自我的缺点，因为他们没有选举，就一个政党。如果他不改变、不改善，迟早有一天会被百姓给推翻掉。很多台湾人真的会误解很多事情，我觉得这蛮可悲的。我现在对中国真实的经济状况有很大的问号，因为没有办法从中国的媒体里知道，但你没有办法从西方媒体当中知道。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我想谈一下关于长荣桂冠这件事情。请说，请说。因为我之前看也是从台湾媒体看到，今天我就大概仔细去看了一下原来的视频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我就发现支持台独的一些媒体就把那段视频就是歪曲掉了，把张教练的本意，他并没有强制要求挂国旗的事情。其实是一件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就是既然这个中国国旗没有是万国旗，你就把它挂上去或全部撤掉，其实没有后边这些事情。但是我想是不是酒店总经理也是倾向于台独或怎么样，就是中国吧，就是说他非要把很小的一个商业的纠纷把它变成了一个政治事件，然后就越烧越大。那我觉得长荣最后应该是23号发表那个声明，我觉得其实他能够发表那个声明，我觉得已经很不容易了。毕竟他已经是个台湾的企业，台湾企业在民进党执政的时候去说出这样的一个声明，我觉得已经是很大的勇气了。而且我就觉得在两边做生意的，无论是大陆的企业还是台湾的企业，碰到这种政治议题都要特别的小心，被夹杀了。对啊，而且我现在觉得这个两岸的政府其实越来越像。说实在的，我觉得共产党跟民进党非常的像，只是当然我对中国大陆有一点不太满意的地方，就是这言论管控的事情，这件事情是我最不能赞同的。我想民进党也想做这件事情，只是在台湾相对自由国家，他没有办法，我不能说国家，在台湾这个地方，他没有办法去遏制言论自由，但是他想办法利用他所控制的媒体来做言论的压制。OK， 对，这就是一些看法吧。就是无论台湾跟大陆最后的结局怎么样，不希望能够引起战争，就这样，其他我觉得都无所谓。当然，我们还是希望说两岸一定要有一个长久的和平啊。那只要任何有一方在那边引火导燃，我觉得现在是这个样子的啊，就是民进党是在创造借口给中国大陆步步紧逼啦，那中国大陆也是借着这个机会在步步紧逼，就是目前的两岸互动模式就是如此。你可以赌它是纸老虎，但我觉得工业实力是代表一个国家实力的直接呈现。其实在西方的主要是发达国家吧，我觉得特别是在美国吧，因为我生活在加拿大，加拿大跟美国其实差不多了，那这个反中的气氛确实是很浓，所以呢媒体上面说中国好话的媒体几乎是看不到了。所以说关于中国真实的情况，我们也没办法去了解，因为西方媒体不会说中国好话，但中国呢相比之下又是一个言论不那么自由的地方，所以它真实的情况我们也没办法去了解，所以这就是一个非常两难的地方。确实啊，所以我每天都在做信息过滤的工作啊，很累啊，因为台湾又有民进党的干扰，现在民进党媒体大部分又被民进党所操作，这是一个目前台湾也很严重的问题。就台湾现在意识形态也很分裂嘛，所以我想啊，民进党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面临这种挑战，可是他不断给台湾老百姓的洗脑是希望台湾人可以对中国有比较强的仇恨感，推行去中化，对他的政权的长久稳固是有帮助的。那在这样的状况下，台湾就形成一种认知上的撕裂，这也是为什么这次的反弹会那么强大，因为这个撕裂是突然如梦惊醒。我是认为啦，传播真相的成本永远是比传播假象还要来得更简单、更快速、更有效。但是我还再补充一点，就是说，我就是说，我现在对中国真实的经济状况怎么样，我还是有很大的问号，因为你没有办法从就是中国的媒体里知道一个真实的中国状况，但你没有办法从西方媒体当中知道一个真实的状况。那我就查了一下数据，就是最好衡量一个国家的那经济状况的话，用那个平均的 GDP 值来衡量。
我看了一下2022年的那最新的统计数据，中国人均 GDP 到现在为止也不过才$13,000而已，但是美国现在的平均呢已经是$6万多，那台湾也不差，台湾大概也有$4万多。但你有没有发现台湾人一天到晚在喊经济不好？对呀，但你知道为什么吗？其实关键是我们都以为名义上 GDP 是一个衡量标准，但是我们都忽略了，当一个金融变成全球霸权的时候，它可以印钱印到手中。其实加拿大也是深受其害啊。就你有没有发现你的可支配所得在下降？可支配所得就是说你口袋里面真正可以运用到的钱在下降，没错，而且明显下降。所以其实事实上我们要看的叫做 PPP 啊，人均购买力。我觉得这个事情我们要去看待，就是说，但这很难评价，因为人均购买力跟名义 GDP 还有一个差异，在国际贸易的时候，你能够从国际上买到的东西，因为你刚才讲的也是一个参考指标没有错，比如说你的人均 GDP 不是很高，所以你的人均能够在国际上买的东西就很少。可是呢，这个事情刚好在中国有一个颠倒的地方，是因为中国是世界上生产量最多，所以造成说中国钱在中国很大很好花。那这个就是具体实力，所以我说工业是决定一个国家的真正的实力啦。因为现在中国的工业实力的增长是在这里。那你刚才讲到经济不好什么，我觉得确实中国在房地产上面的问题，在很多地方问题确实。所以我这次去南京，我问说，你们南京最近怎么样？他说南京已经连续10年还是10几年都是全国经济成长前10名，南京长期在里面，人口增加的非常迅速，南京有1200万的实居人口。那我说，那你这样你们房地产应该涨很凶吧？应该没有受什么影响。他说也是受到重大影响。所以你就个别的产业，就是你都可以挑出一些可以挑剔的啦。但是你要看整体，还有就从真正的经济数据去理解的时候，其实它还是有很大的落差。就美国人买3蹦子就买不到啊，那这个东西对于经济的生产跟有没有帮助？有极大的帮助，因为它大幅的降低运输成本嘛。比如说美国人每个礼拜都一定要去沃尔玛买一堆吃的用的回家嘛，每个礼拜周六就是采买日嘛，然后就要用皮卡去载嘛。结果现在美国人发现说，我从城郊到 supermarket， 因为 supermarket 也在城郊，那我去一趟来回就大不了30到40公里左右的车程而已，我不用开皮卡，我可以开这个3蹦子啊，3蹦子最少续航60到80公里，那我就开这个去，太方便了，$3000就可以搞定的事情，所以很有意思啊，就是它改变了某些逻辑啊。所以其实今天如何综合去评价中美的经济实力或是实质的状态，我觉得是一个很复杂的课题，可能很难单纯用平均 GDP 去理解啦。第一，老共跟绿党差太多了，他们很多制度虽然你可能看早期你会觉得很像，可是人家有在进步，他们有在改善自我的缺点。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选举，就一个政党，如果他不改变不改善，他迟早有一天会被百姓给推翻掉，会用更残酷的手段。选举来说相对是温和一点啦，至少不流血嘛。所以呢，我觉得陈先生应该要去了解一下现在的老共，现在中国的治理的方式。很多人台湾人就其实还一个迷思，就是一直停留在很多年前的老共，其实是很不一样的。很多台湾人真的会误解很多事情，我觉得这蛮可悲的啦。